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张北县有个男人叫勾拳，兄长颇为有才，在父母去世后打理家中生意，从小营生变成县里数一数二富贵人家。可惜太过劳累，在一次疾病后去世，未能留下一儿半女，所有家财全归了勾拳所有。勾拳对这个哥哥很是仰慕，哥哥去世后，他是哭天喊地，伤心不能自己，深觉哥哥尚未成亲就这样去了，实在可惜。于是花了些钱找个媒婆给哥哥在下面娶了个媳妇，接着就继承了家产，每日过着富足生活，娶了县里最漂亮的姑娘做媳妇。可惜媳妇是个没福的，嫁过来2年生了个儿子就香消玉殒。勾拳自从媳妇去世变成孤家寡人后就不再娶亲，每日流连花丛，不光是勾栏，看着谁家小媳妇漂亮他也爱去勾搭一二。这日勾拳一夜荒唐，躺在床上补觉，深觉昨日樵夫的婆娘金花是个尤物，长得美不说，性子也辣，深合他意，咂咂嘴回味无穷，转瞬陷入酣睡。在梦里他走到童兄长之前住着的小院，院里有个小孩在那玩耍，勾拳走过去一看，长得童兄长颇为相似，见他在此处玩得很是开心，而且对院里东西很熟悉，想来是常来这玩。勾拳没有出声，想起小时候和兄长玩乐的情景，待回神时，小孩已推开一扇门准备离去。勾拳想看看他去往哪里，于是赶紧跟上，谁知进门之后又是另一番田地，那里高楼瓦舍，2头狮子威风凛凛摆在门前，赫然是一处富贵人家。爹娘，孩子叫了声，大门打开，一男一女走了出来。勾拳一看，当下呆立原地，那个男人和哥哥生得一模一样。宝儿，快到爹爹这来。名叫宝儿的孩子亲切地扑在男人怀里，又唤了声爹。勾拳听着那熟悉的声音，忍不住走上前，叫了声哥。男子凝神看了他会，惊喜地叫道：小弟。接着问道：你怎么来了这？勾拳将怎么来的这讲了一遍。哥哥道：这是阴间与阳间交界之地，因你给我烧的钱财多，所以我托了些关系在此处住了下来。不过此处鬼魂可来，凡人免进，今日你能过来也算是机缘巧合了。三娘，你来。哥哥招呼门口的妇人过来，向勾拳介绍道：这是你嫂子，多亏你，哥哥才成了亲，还有了个孩子。宝儿好奇地望着这个新出炉的小叔叔，勾拳赶紧接下腰间的玉佩递了过去。来，见面礼。哥哥好不容易见着弟弟，高兴极了，招呼勾拳进屋。走，咱们兄弟好好聊聊。2兄弟坐下闲谈，自不必多说。到了午间，三娘准备了一大桌丰盛饭菜，招呼勾拳用餐。几人坐下后，从屋内出来一个绝色少女，眉目低垂，安安静静坐在秦氏身边。三娘介绍道：这是我妹子，你唤她阿英便是。勾拳此刻2眼直勾勾望着阿英，没想到在这阴曹地府还有这般绝色，便是在凡间也不多见。莫说阿英在此处除了姐夫未见其他男子，这勾拳表象也是相当能唬人，不说貌似潘安那也是个俊秀之人，只是此刻那双眼睛看得让人心慌。阿英忙不迭地低下了头。哥哥见三娘有些不悦，忙问勾拳：你在凡间可有娶亲？勾拳又瞟了眼阿英，面露哀色，对哥哥说道：娶过，但是2年前就已身亡，留下一个孩子，这2年我又当爹又当娘，才将孩子辛苦拉扯大。哥哥又问道：你没想过再娶？勾拳应声道：想过，但是此生只求一心人白头到老，因此要细细挑选。哥哥看向阿英道：我那英妹子怎么样？勾拳点头，赞叹道：极好极好。哥哥将三娘拉到一旁，
英妹子在阴间虚度这些年，本就是可还阳之人，看我那弟弟似乎对她有意思，不如将他们凑作一对，这样妹子能还阳，我那弟弟也能娶得贤妻，一举两得。你意下如何？三娘还有些踌躇。哥哥见状问道：你看我如何？三娘不解。哥哥说道：那是我亲弟弟，自然像我，你就放心吧。三娘想了想，我要先去问下阿英，看她意思。待吃完饭，三娘拉着阿英去到后院。妹子，你和姐姐说实话，你觉得我那夫弟怎么样？阿英没有言语，低着头没有吭声。三娘瞧着着急，哎呦，好妹子，你倒是说句话啊，不满意我就回了他去。说完就欲转身往屋里走，衣袖却突然被阿英扯住。她羞着脸说：我一切都听姐姐姐夫的。哥哥那边也找到勾拳，问了他意思。勾拳自是大喜，忙谢过哥哥撮合这段姻缘。哥哥拉着他说道：今天你能过来也是机缘巧合，往后切不可再来，这里阴气重，怕对你身体有所伤害。阿英有过奇遇，本该还阳，却肉身已损，他可跟你回去成亲，一切与平常夫妻无异。你除了照顾自己，也要照顾好他，这样哥哥嫂嫂也就放心了。勾拳拍着胸脯应道：这是自然。哥哥挥挥手：那你且先回去吧。随着一阵天旋地转，勾拳从梦中醒来，左右看看，回了自个家。梦中哥哥嫂子阿英还历历在目，仿佛不是场梦。往外边天色已经擦黑，下人准备了些吃食。勾拳坐在桌前，想着阿英的一颦一笑，有些食不知味。唉，深叹一口气，勾拳躺回床上，想试试能不能在梦中再度与阿英相遇。迷迷糊糊中，一阵轻笑声传来，勾拳睁开眼睛看去，一个女子坐在床对面椅子那，笑颜如花。勾拳不可置信般揉了揉眼睛。阿英。女子缓缓走过来：拳郎，是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勾拳掐了自己几下，疼得倒吸一口凉气。阿英心疼地上前替他吹了吹，妙声说道：你怎么这么傻？不是做梦，是姐姐姐夫晚上将我送了来，往后我们就是夫妻了。勾拳内心狂喜，没想到做了一场梦，得了一个漂亮媳妇，这哪来的这般好事？见阿英娇羞如花，勾拳内心蠢蠢欲动，拉着人就往床那处去。阿英顺从地配合着他，一夜红浪翻滚，直至天亮。自此几月，勾拳每日与阿英腻在屋里，甜蜜自不多说。日子久了，勾拳竟还觉得有些有心无力，找来大夫开了些补药，稍微有些好转，勾拳就按耐不住，还想拉着阿英健身。阿英担忧他身体没有听从，可惜勾拳不懂阿英良苦用心，晚上睡觉时总是动手动脚，两人闹起来就没个分寸，又破了戒。阿英见再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，于是独自在隔壁铺了张床睡下。为此勾拳多有不满，却又无可奈何。这晚勾拳百般无奈躺在床上，阿英又一次将他推之门外。深夜孤枕难眠，可如何度过？实在难挨。勾拳一头闷在被子里，对阿英也有些不满。拳郎，拳郎！一声声腻人的女子呼唤声传来，勾拳听着心痒难耐，莫不是阿英见他生气，所以来哄他。将被子掀开，灯下一位美艳女子含情脉脉看着他，眸光似水，风姿妖娆。勾拳定睛一看，吓得当下又缩回了被子里。那不是前几日刚淹死的樵夫婆娘金花吗？听到这消息时，勾拳还一阵惋惜，这怎么今日找上他了？你不是死了吗？拳郎，你怕我吗？你这样可让奴家伤心了，我可是特意来找你共度春宵，这下没人能阻止我们了。声音越来越近，最后仿佛在被子里环绕在耳旁。勾拳掀开被子，瞧着金花坐在床边，全然没有一丝死气，甚至比之生前更加动人。他慢慢摸上勾拳脸庞，
神态妩媚至极。勾拳与金花面对面望着，闻见如兰香气，热气上涌，色壮人胆，顷刻间自制力崩塌。此后事不必多言。第二日，阿英瞧着勾拳眼下乌青，关心询问：昨夜没休息好？勾拳故作恼怒：还不都是因为你不陪我，害我孤枕难眠。阿英面露愧色说道：拳郎，待你身体再休养休养，不要伤了精气。勾拳哼了一声离去。自此，金花夜夜前来，勾拳日日新郎，全然不顾自己身体。阿英不解，这些日子以来他们没睡在一处，怎么勾拳身体还越来越糟了呢？眼下青紫越来越重，晚上他到底在干些什么？于是阿英留了个心眼，这晚同勾拳说睡去之后，在深夜悄悄打开房门，走到勾拳门外，用手在门窗纸上戳了个洞。眼前一幕让他伤心欲绝，一女子坐在勾拳腿上与其相拥，两人亲密至极。随后勾拳起身抱着女子往床榻走去，满是旖旎之色。待瞧见女子正面时，阿英差点惊呼出声。那女子面目发胀，脸色惨白，身上淅沥沥挂着水草，赫然是一个淹死鬼模样。勾拳怎么被这东西缠上了？阿英一把将门推开，勾拳与金花一同望来，却是不急不缓整理好衣服，才慢腾腾下了床。拳郎，你快过来，他是鬼。勾拳仿佛并不惊讶，我知道他是鬼，你不也是鬼吗？可我是还阳鬼，他不同，他会害人性命。勾拳完全不信，我不还活得好好的吗？你见怎么说勾拳也不听。阿英气急，这才几日光景，他就一心向着这鬼魅说话。随后阿英目光看向金花，你不去投胎，在这缠着拳郎做什么？金花捂嘴娇笑，自然是喜欢拳郎，想同他做一对恩爱夫妻。勾拳听着满脸自得。阿英又说道，他身子已经快油尽灯枯，你若爱他就离开他，不要害人性命。金花不依，委委屈屈说道，不要赶我走，我愿同你一起侍奉拳郎，你做姐姐，我做妹妹可好？勾拳也对阿英说道，阿英，不要那么小气，你们都是我的心头宝，一起和和美美过日子好吗？阿英怒不可斥道，原以为你是良人才同意姐姐姐夫将我嫁与你，没想到你竟这般浪荡。哼，有人觉得香，那便让给他，我不稀罕。说罢，阿英一个闪身消失不见。勾拳略微有些不舍，金花见状赶紧扑进怀里一阵撒娇。勾拳被撩起了火，搂着金花又是一夜无眠。没有阿英，两人没了顾忌，勾拳更是没了节制。在一个睡梦中，勾拳恍惚又回到了哥哥家。哥哥望着他，满脸痛心，你啊你怎么这么蠢？勾拳急忙说道，哥哥，你这是何意？你知不知道现在你魂魄不稳，时刻有可能被鬼差勾了魂去，到时连我也救不了你。还有阿英，我交代你好好对她，结果你做了什么？勾拳有些不以为意，男人三妻四妾乃是常态，他妒心如此之强，你怎么不说他？哥哥气得一巴掌拍过来，小时你聪明伶俐，听话懂事，现在怎么长成如此样子？可怜爹娘去得早，我也没有好好教你，才害得你变成如此模样。勾拳，我警告你，屋里那个淹死鬼，你找她丈夫来带走，再这么胡闹下去，你真就死了。勾拳奇道，她能乖乖跟她丈夫走，生前夫妻，死后只有羁绊，只待她丈夫换了她名字，自然就能带走。两兄弟还待说些什么，却见三娘拿着根棍子过来，想要打他。勾拳一下醒了，他想起身去倒些茶水，谁知一站起，竟然脑袋发晕，又倒了下去，身子越来越虚。金花夜间还来缠着他，却是怎么也无能无力。这时勾拳才有些慌了，这样下去怕是真没了命。于是趁着樵夫来送柴的功夫，勾拳叫住他，说道，你媳妇是不是叫金花？
樵夫点头应是，又加了句：前些日子淹死了。勾拳怒道：好啊，你媳妇个浪荡货，死都死了还夜夜来勾引我，我不从还硬是强着来，我差点被他害死。樵夫一愣，老爷是不是搞错了？怎么会搞错？那是你媳妇亲口说的，说什么随你来了一次我府里对我一见倾心，死后希望得偿所愿才去投胎，夜夜来缠着我，不是你媳妇是谁媳妇？樵夫慌了，自个媳妇还是了解的，金花总是嫌弃他没用，对那些富家公子或有钱老爷总是热情极了，每次他去那些府里送柴，他总想跟着去，如果真如勾拳所说，说不定是真的。樵夫忙说道：老爷，这事我不知道啊，那我该怎么做才好？勾拳瞥了他一眼，冷哼一声：你瞧瞧我这脸这身子，都是你媳妇霍的，你说怎么办？把人带走啊？啊，樵夫诺诺说道，可他是鬼，我有些怕，也不知道怎么带走啊。勾拳说道：这好办，我找人打听过了，只要晚上他来时，你换了他的名，他就自然随你走了，再将他领去淹死的地方，到时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事情就解决了。见樵夫有些胆怯，勾拳许诺道：事情办完，我不但不找你算账，还给你100两银子，怎么样，干不干？100两啊？樵夫心一横，应道：成。到了深夜，勾拳捂着被子坐在床边，随着一声娇笑：金花来了。拳郎，今日身子可大好？勾拳应了声：今日甚好。真的？金花眼睛发亮，你前些日子可让我担心死了，如今好了便好，让我来检查下。等，勾拳忙说道：我先喝杯茶，有些渴。勾拳忙下床倒了一杯茶，喝完他将茶杯往地上一摔：快进来。门哐当一声被樵夫推开，金花见着樵夫，捂着脸啊一声叫。樵夫本还有些怕，没想到金花见他怕成这样，当下腿下不抖了，唤道：金花，跟我走。不要。金花拒绝，慌忙躲到桌下。樵夫踢开凳子，再次唤道：金花，快跟我走。金花瑟瑟发抖，从桌下蔓延出一些水迹。樵夫趁热打铁，再次呼他的名字，只见烛光闪烁，屋内散发出阵阵腥臭味。金花慢慢从桌下爬出，变成一个全身泡得发胀变形、丑陋不堪的模样来，那赫然是金花淹死时的容貌。勾拳见状，吓得双腿发抖，一股热意从当下流出。金花死时他没有去看，如今看他这副模样，想想那么多个夜晚，耳鬓厮磨，不禁胃里翻腾倒海。一阵呕声传来，金花本要被樵夫带走，见抱着他叫宝贝的情郎这副姿态，当下也不肯走了，拼尽力气挣脱开，飘到勾拳身旁。你恶心我？金花阴恻恻问道。勾拳愣在那傻了。金花越想越气，当下伸出挂着水草的爪子，一把掐住勾拳脖子使力。勾拳被掐得面目通红，青筋爆出，放开他。阿英忽然出现在屋内，朝着金花袭来，两女争斗，金花不敌，又被樵夫壮着胆子唤住，最终随着樵夫离去。阿英，勾拳感激地望向阿英，多谢你来救我，你还念着我对不对？阿英冷冷一笑，呵，我是怕你就这样死了，去姐夫那纠缠我，你还是多活几年吧。说完消失无踪。勾拳喉咙火辣辣疼，咳嗽几声，望着一屋子狼藉，不知心中作何感想。第二日浑身酸疼，脖子处一片青紫，待脖子养好后，勾拳好了伤疤忘了疼，想去妓馆寻欢作乐，却是被那金花掏干了身体，怎么也没用了。勾拳卖掉店铺，用光家产寻遍名医，也无济于事，后半生行乞为生。却说那阿英被男人伤了心，静心修行，终修得善果，投胎至一良善富贵人家，幸福一生。
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